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。相信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惑，家里的血压计是不是坏了？为什么左手侧的血压和右手侧的差这么多呢？我甚至遇到过一位叔叔，他左右手的血压差了近20毫米汞柱，气得他差点把血压计给扔了。不过，我必须告诉大家，这很可能并不是血压计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在测量方法上出了差错。量血压看似简单，但其实很容易因为一些小错误而导致数值偏差。这种偏差可不是小事，它可能会让你误服药物，甚至更糟糕的是，错过真正需要治疗的时机。今天我将通过这个视频，教大家如何在家准确的测量血压，达到医生级别的精准度。请大家一定要看完，这比吃任何保健品都重要。同时，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误区，认为医院的设备最专业，测出来的血压肯定最准。但其实，医生总是反复强调，让大家回家自己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这背后有3个非常关键，却常被忽略的原因。第一，根据台湾国健署的统计，我们18岁以上的成年人，每4位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，而且多数人毫无感觉。他们不头晕不眼花，照常生活，我们称之为快乐的高血压。等到因为中风心肌梗塞被送到急诊时，才惊觉血压早已长期侵蚀着血管，所以规律在家测量是发现早期高血压最简单、成本最低的方法。第二点，我们的血压并不是一个固定值，它在1天之内会像潮汐一样起伏不定。正常的波动范围甚至可以达到20至40毫米汞柱。你每隔几个月去医院量一次血压，就像是用相机拍了一张照片，只能捕捉到一个瞬间，无法代表整部电影。只有长期在家记录早晚的血压值，才能拼凑出完整的健康地图，让医生清楚地看到你血压波动的全貌，从而做出最精准的判断。第3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破解白大褂高血压。很多人一走进医院，看到穿白袍的医护人员，肾上腺素就不自觉的飙升，心跳加快，血管收缩，量出来的血压自然就偏高。这就是著名的白大褂效应。如果你在医院测的血压是150，但其实你在家里放松时只有130，医生如果只根据医院的数字来开药，你可能就会因此承受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。反之，在你最熟悉、最放松的居家环境中测量的血压数据，才能最真实的反映你的身体状况。既然在家量血压如此重要，那到底该怎么量才对呢？接下来的5大黄金守则，请你一定要记下来，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你的测量结果是精准参考还是严重误导。左右手血压不一样是正常的，大多数人左右上臂的血压本身就存在差异。相差5至10毫米汞柱都算常见，但最常见的错误是今天量左手，明天量右手，哪个数字低就信哪个，这是自欺欺人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在你第一次认真测量血压时，务必左右2只手臂都量，然后比较数值，固定以收缩压数值较高的那只手，作为你未来长期的测量标准。为什么要选高的？因为血压管理，我们宁可从严，不可从宽。用较高的数值作为监测基准，才能更安全地规避心血管风险。小技巧，通常你的惯用手写字、提重物的那只手血压会略高一些，但最终还是要以实际测量为准。你是不是也常常买完菜，提着重物回到家，喘口气，袖子一卷，就开始量血压？必须警告你，这样做量出来的数字完全是垃圾信息，毫无参考价值。测量前的准备工作绝对不能省略，请你记住这3个字镜：松、控。第一个字镜，测量前，请你务必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，安安静静的坐下休息，至少5至10分钟，就是单纯的放空深呼吸，让你的心跳和身体回归平稳。第二个字松，测量前半小时内，绝对要避免几件事：剧烈运动、喝咖啡、浓茶、酒精以及抽烟运动。咖啡因和尼古丁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让血压飙高，酒精则会先让血压短暂下降，再反弹，形成误导。第3个字空，这很简单，量血压前先去上厕所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憋尿是血压飙升的隐形推手。
研究显示，膀胱在长满的状态下，可能让收缩压瞬间上升10至15毫米汞柱。你总不希望因为一泡尿就让自己被贴上高血压的标签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只是翘个二郎腿这个小动作，就可能让你的收缩压平白无故高出5至10毫米汞柱。错误的姿势会系统性的扭曲你的测量结果。正确的测量姿势，请牢记以下4点。一、选择有靠背的椅子，身体自然放松，背部轻靠椅背。2、双脚分开，平稳的踩在地面上，不要翘脚或盘腿。3、手臂轻松的放在桌子上，手心向上。关键是要确保压脉带的高度与心脏齐平。如果手臂抬得太高，数值会偏低；如果手臂放得太低，数值会偏高。4、压脉带的松紧度要适中，绑好后以能塞进1到2根手指为标准。测量过程中，请保持安静，不要说话、玩手机或随意动身体。我该什么时候量？一天量几次？这是个好问题，根据你的状况，策略有所不同。如果你是初步诊断或正在观察期的朋友，请遵循国际通用的7-2口诀，7连续测量7天。第一个2，每天固定2个时段，即早上起床1小时内，服药前、早餐前和晚上睡觉前1小时内。第二个2，每个时段量2次，每次间隔1到2分钟，取平均值，记录连续1周的数据，才能帮助医师做出最可靠的判断。如果你是长期服药的朋友，监测就要更精细，除了早晚，有时医师会建议你在一天中的多个时间点测量血压，比如服药后2小时、下午3、4点等。这并不是麻烦，而是为了精准评估你的药效是否能稳定覆盖24小时，揪出像清晨高血压这种中风、心肌梗塞高发时段的隐患，从而优化你的治疗方案。拿到血压数字后，多数人只关心高压和低压是否超标，其实数字里还藏着2个常被忽略的健康警讯。警讯1，左右手压差。前面提到过，左右手收缩压差在5至10毫米汞柱是正常的，但如果你在稳定测量后，两手的收缩压差距持续大于10毫米汞柱，甚至达到15至20毫米汞柱，那就要高度警惕了。这可能暗示你的锁骨下动脉或其他主要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阻塞，这是周边动脉疾病的征兆，务必及时告知你的医生。警讯2，脉压差。脉压差是指收缩压减去舒张压，例如血压是140除以脉压差就是60，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你大动脉的弹性。正常脉压差在30至50之间，如果你的脉压差持续大于60，通常意味着大动脉血管壁已经硬化，弹性变差。血管越硬，心脏的负担就越重，这是心脑血管疾病一个不容忽视的警示灯。聊完测量方法，我们再来看看工具。市面上的血压计种类繁多，手臂式和手腕式到底该怎么选呢？对于中老年朋友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高血糖或血管状况不佳的人，我建议一律选择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。不推荐腕式血压计，是因为它的缺点很致命。手腕的动脉比手臂细得多，位置也比较浅，测量时手腕位置稍有不对，数字就可能天差地别，误差极大，不适合作为严肃的健康监测工具。而上臂式血压计测量的是血流稳定的肱动脉，数据自然更准确，更有参考价值。另外，请大家记住，电子血压计需要定期校正，大约每1到2年送回原厂检查一次，以确保它的精准度。一台好而准的血压计是你健康路上最忠实的伙伴。我们必须明白，量血压只是监测，它本身并不能降血压。更根本的是，要在生活中主动去保养血管，也就是养血压。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在饮食上遵循蔬食代替原则，简单来说就是多吃天然蔬果、全谷类和瘦肉，少吃肥肉、内脏、甜食和含糖饮料。最关键的是严格控盐。在生活习惯上，戒烟限酒是底线。尼古丁是血管的头号杀手，长期过量饮酒也会直接导致血压升高。此外，规律作息，避免熬夜至关重要。在运动方面，目标是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。
骑自行车、游泳等都非常好。最后，控制体重也很重要。研究证实，体重每减轻1公斤，收缩压约可下降1毫米汞柱。维持健康体重是稳定血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血压测量的每一个细节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给大家送上最重要的提醒：科学的测量并记录你的血压，和每天按时吃药一样重要。这本血压日记是你和医生之间最客观、最重要的沟通桥梁。但请千万记住，千万不要根据自己的测量结果，擅自增减或停止服用医生开的降压药。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血压急剧反弹，引发严重的后果。从今天开始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本血压记录簿，把正确测量血压当作每天的必修课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许下承诺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分享给每一位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。我是小蔬果，下次见。